在广西的大山深处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魔洞，全国各地的老人都争先恐后来到这里，有的甚至把家都搬到了洞中。听说在这个洞中长期居住可以延年益寿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大家就跟着阿泰的镜头一起进洞一探究竟。这边呢有很多人把这个垫子啊，甚至被子啊，都带入山洞中。然后在这个洞里面呢，在这里睡觉乘凉。看看这个洞里面，很多人把这个铺的被子、垫子都放在这里，然后直接躺在这个山洞里边。阿爷可以采访一下你们不？你们这个是长期在这里住吗？我们不是，我们也是才来的。哦，也是才来的。嗯。来几天了？先来看看，有以后合适的话，以后再。您是哪儿的呀？河南的。河南的。哦，之前在哪里呢？之前我们都退休的。我知道。漫游。就是到处游。对对。在这儿来几天的感觉怎么样？不错。不错哈。环境也好。他这里睡有什么好处啊？他不是食疗吗？那上写的。哦，食疗。啊，有好多有些慢性病啊什么的，这是什么传说我们不知道，也是来。哦，就是传说，你们也是听说的。体验的。就是他一些慢性病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做一些食疗。高血压呀。高血脂啊。糖尿病这些基础病，慢慢好起来。就可以在这里静养，慢慢好起来。对对。你们听着有没有好的呀？不知道。我们也是来，不过这里边住这里边挺舒服的。对，它凉快。它这个洞又是对穿的，所以它通风的。对。长期在那里不一样，看他睡拉拉的。他们是长期睡在那里的。也都不是，也都不是。这里不是，我感觉上面的可能。我找一个长期在这里睡的，对，几个月的，对，有2、3个月的，对，问问他什么感受。看他有点地方都睡得很虚。去那个昌寿村了吗？去了。那就是把了一个奶奶还搁那卖东西嘞。老都103的那个，看他谨慎的很。行，我去找找看。等一下看有没有人来。好，您来慢慢玩哈。拜拜。你们来这多久了？刚来。就刚到这里也是啊？从哪里来的？武汉，湖北啊。你在楼下。对。我录像，这不有个食疗区吗？我也在这食疗一下。你们湖北也很好玩，那个特别是恩施那一边，哇，那很好漂亮。姐，可以问一下你在这多久了？2个月了。你是哪里的呀？郑州的。2个月了，什么感觉呀？你也是听别人说的到这里来的？没有，我们前年来过。前年就来过。哦。刚才你们看到了啊，里面有很大片的这个食疗区，有好多人呢已经在这儿待了1、2个月了。待的最长的人在这里待了好几年了，但是长时间在这里待的人呢，大多数都在这个百魔洞的洞门口，因为在这里面长期待也是挺费钱的，因为每个月要花1000块钱的这个月票，像我们买票的话就是85一个人。朋友们，现在我已经从百魔洞出来了。那么为什么全国各地的一些老人呢，都争先恐后来到这里？有的在洞中居住了几个月，有的甚至居住几年的时间都有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，是这个地方高地磁，地磁对应的是5行的金，金是5行之首。
万物之源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地势比其他地方高呢？这是因为这个地方下面有一条断裂带，这条断裂带呢就在这个百膜洞的下方。地球一般地区地磁呢是 0.25 高斯，而这个地方的地磁高达 0.6 高斯，是一般地区的1倍之多。科学考证啊，人们生活在恰当的地质环境中，身体发育好，血清呢清洁循环好，这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外地老人呢都选择来到这里做疗养，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血液方面的病症啊、慢性病啊等等，通过在这个地方长期居住呢，会使自己的身体呢越来越好。这大概就是高地磁作用下的一个原因。当然，在巴马呢，除了高地磁之外，这里的水、空气、阳光、食物等等呢，也是促成这个地方的人长寿的原因了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碧节金沙的大山里，看到我手指的方向没有？那个地方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山梁上，我们今天准备去探访一下啊。我们从这里看去呢比较近啊，直线距离可能就是800米左右，但实际上呢，我们要从这里走过去，从这个商澳这些地方弯来弯去的呢，才能弯得过去啊。今天这个没有穿长裤子啊。还好它这个路道呢比较宽，不然的话我还不太敢进来。大家知不知道，这一块土里面这些草呢，实际上都是中药。这个大家知道是啥吧？这个叫小飞蓬啊，整片土地里面全部长满了这个小飞蓬草。这个呢，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材啊，把它砍回家去，切成一小节的小节的，然后晒干呢，就是可以卖钱的。哇，走过来，这里好大的一片土地啊！这个地里边种有茶叶，还有李子。这个李子树是那种红李子，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了，上面还能稀稀疏疏看到几颗。我们从那边过来，这里绕了这么一大圈，然后呢，到这里来。你说直线距离吧，也就真的就700-800米，但实际上这个走路得走半个小时多哈。这里也是杂草丛生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片草也特别的好，但是这些也是土地荒废的啊。如果不是以前的土地荒废的话，现在老早就什么就长出了树木。诶，看到没有？走到这里豁然开朗。然后那儿，我们说的就是这里有一家人。这地方就是一个大平台，你们看看怎么样？它属于是一个偏山顶的位置啊。然后这里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，后边有几个小山堡。所以这里真的是舒服哦，这么平坦。这里这一片地方呢，估计也是有个40-50亩地的这么一个面积啊，真的很大啊。从山脚下过来，然后这里一整片都是平的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是一个深沟，所以这里的地理环境位置也相当不错。就这一家人住在这里，而且我们远处看的话，他们的那个房屋好像还是用砖做的，还做的是2层。我估计这家人也有养殖啊，这个路上有很多的这个羊粪，还有牛的这个足迹。那这里还是用这个水泥砖做的这个房屋，这好像是，难道做了一个养殖场吗？看到没有，这个土墙房是 N 多年以前的了。这个土墙房呢，就是最原始的这个房屋了。
有人在家没有？哎，你还没起床啊？哦，等你起床。这个土墙房大家看搞的是2层，这工艺还不错啊。看这个土墙上裂了这么多的条口，但是它的这个垂直度啊依然保持得很好。大哥贵姓喽？姓周啊。我也姓周。啊，你谈你姓周，我就是我们是家。你家人在这住哈？哎，这个就是我家人。你个楼的啊？啊。小的？小的在金沙。那个我看自己路都以为去挖过的了吧你？哎呀，弄准备挖碗头了。弄挖碗头的，是你挖的吗？人家挖的。他们挖来搞产业的是吧？哎，做庄稼。哦，就是那边那一片庄稼就是他们挖来做的。你们家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哟。那你们来的时候住的哪个房子啊？因为你说的这个都是你干了哇，这个土墙噻。啊，哈儿呀，老一些都大的修掉8、9岁。啊，这里有个土墙。哎，啊对，修。哦，来的时候才修的，为了是那土地分到这儿才修在这儿的是吧？哦。那哈儿集体了嘛？那哈儿嘛？那哈儿集体。这东西差。不整，不整，我撤了的，我撤了就来，不用整，我撤了就来。煮点面茶。不，我说我撤的。你撤了就行了，我撤了再来的。你家老婆还是去带孙子去了？带孙子去了。在金沙。啊。这个土墙房子住起夏天是不是要凉快点？是凉快点，我都。还是凉快点啊？你干得厚啊，你这个都干得有好多啊。吃多厚。你这个土墙跟啷个干回来干的事儿？墙板架就出来了。弄个高出一下呀？中高了一运只有吃多高嘛？一运出一尺多高？出好了然后继续往上加板板。哎，对头。在这边转了一小会儿，咱现在往回走了。然后那边呢，就那个周大哥他一家人，4个小孩子呢都在外面，其实现在就他一个人在这里，种了有10来亩的地。他说呀，有人想这个搞养殖的话，可以到他这儿来搞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个，其实是一个机耕道啊，是那个3轮车可以开过来的，是那边那户人家为了种这里的这一片地，然后把这个道挖过来的。整个这个道呢，从这个土地弯过去，弯到那个位置，然后到他们家呢，大概只有200米的距离啊。那路稍微的弄一下呢，这个3轮车、农用车呢就可以开过去，所以养牛是可以的。整个他住房的周围呢，大概有60来亩的这个土地，加上山林呢不少哈。而且这个土地上大家看一下，特别喜欢长这种牛爱吃的这个草。所以说呢，也可以种一点，也可以将就自然的一些草料。那么在那儿养牛呢，我觉得非常不错啊。养羊呢就不太适合，养牛是非常可以的。他们家其实搬到那儿住呢也不久啊，是这个周大哥3岁的时候搬过去的。他现在是59岁，相当于也才50多年吧。然后那个土墙房呢，都是他成年以后住的那个土墙房。当时为什么搬到这里来呢？是因为这个土地下分土地，然后他的土地呢分到那边，所以说就搬到那儿去住了，为了方便做土地啊。其实很多住在大山里的人呢，都是为了方便住土地呢，才把房屋迁到那个地方的。你比如说周大哥他们家就是这种情况啊。因为他那个地方土地3人加起来差不多有70、80亩，你想想，如果说做成粮食的话，你要背的话，你不知道要背多久，对吧？所以把房子迁到那个地方居住呢，是最好的一种选择。他跟我讲啊，如果说有人想养殖的话，可以到他这里来养殖啊。他那个地方比较平，种草的话也是非常不错。然后他那儿的水源的话，房屋的右侧有水源，左侧过去往山里走的话，也有一股水源，所以水源的话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它的土地比较平嘛，就在那儿种草就可以。但是放养的话就不太适合，过去的话都是大森林，森林里面也没有啥草，对吧？它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的不错啊，又凉快。这里的海拔呢大概是1100多。如果说有朋友想养牛的呢，也可以到他这里来看一下。养多了是不行啊，养个70、80头、100头是没问题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